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最近这段时间，航天上没什么大事儿发生，最大的可能就是刚刚发射成功的27颗亚马逊柯伊伯计划01组卫星了。柯伊伯计划是类似于 SpaceX 星链的互联网卫星计划，不过相比于已经拥有庞大数量在轨卫星的星链，柯伊伯仅仅是刚刚起步，它以后会怎么发展，咱们还需要拭目以待。借着这段时间，我就来和观众朋友聊几个早就答应要聊的话题。首先就是载人飞船，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中美俄三国的载人飞船。目前世界上只有这3个国家拥有载人飞船，而正在服役的天地穿梭飞船有俄国的联盟 MS 飞船、中国的神舟飞船和美国 SpaceX 公司的龙载人飞船。另外，波音公司的 Starliner 飞船已经完成了2次无人试飞和半次载人试飞。虽然 Starliner 在这几次试飞中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但不管是 NASA 还是波音都没有放弃的迹象，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Starliner 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投入使用。除此以外， NASA 的猎户座飞船虽然它的主要任务并非载人天地往返穿梭，而是载人往返于地月甚至是地球和火星之间，但显然猎户座飞船也可以纳入载人飞船的行列。猎户座飞船也测试过无人近地轨道飞行，并在2022年进行了它的首次无人地月往返。它很可能会在明年进行首次载人绕月飞行。中国的神舟号飞船是仿照前苏联和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下一代飞船则仿照了美国飞船的方式。联盟号和神舟飞船都采用了传统的3舱布局，从上到下分别是加压的轨道舱、返回舱和位于返回舱底部的非加压的服务舱。而龙载人飞船、Starliner 飞船和猎户座飞船则分别沿用了美式飞船传统的2舱式布局，从上到下分别是返回舱或者叫成员舱和兼做非加压货舱的服务舱。联盟号飞船是前苏联在1960年代研制的，最初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实现前苏联的载人登月，但在前苏联载人登月计划失败之后，联盟号飞船就转向了近地轨道，成为前苏联及俄罗斯唯一的一型载人飞船。联盟号飞船在研制初期曾经经历过一系列的失败，比较著名的就有联盟1号和联盟11号的失败，这2起事故造成4名宇航员的牺牲。后来联盟飞船的性能稳定下来，随后又经过了不断的改进，先后发展出联盟 T、联盟 TM、联盟 TMA 和联盟 MS 飞船等多型载人飞船。另外，前苏联和俄罗斯的进步号货运飞船也是在联盟飞船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到目前为止，各型联盟飞船的总发射数量已经超过140次，而联盟飞船也成为载人航天飞船史上可靠性最高的一型飞船。目前俄罗斯使用的最新型的联盟系列飞船的型号分别是联盟 MS 载人飞船和进步号货运飞船。美国最早的飞船是水星飞船，后来又发展出双子座飞船和为阿波罗计划而设计的阿波罗飞船。然后从1980年代到2010年代，美国的载人航天工具是航天飞机。2011年航天飞机退役之后，美国有9年的时间没有载人飞船，直到2020年5月 SpaceX 公司的龙载人飞船才首次把宇航员送入了国际空间站。目前美国正在研发的飞船还有前面提到过的波音的 Starliner 飞船和 NASA 的猎户座飞船。龙飞船、Starliner 飞船和猎户座飞船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而联盟号飞船和神舟飞船则都是一次性的。中国的新一代载人飞船采用了类似美式飞船的2舱式结构，按照设计要求也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联盟号飞船的起飞重量大约是 7.2 吨，返回舱直径 2.2 米，它拥有一个 2.9 吨重的返回舱，返回舱的容积是4立方米，能携带3名宇航员。飞船使用联盟号运载火箭来进行发射。神舟号飞船的起飞重量大约是8吨，返回舱的直径是 2.5 米，返回舱质量是 3.24 吨，内部空间是6立方米，体积比联盟号稍大。神舟号飞船同样能容纳3名宇航员，使用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来进行发射。SpaceX 的龙载人飞船的起飞重量是12吨，最大直径是 3.7 米，返回质量是 9.5 吨，内部的容积是10立方米。这些数据都要比联盟号飞船和神舟飞船大了不少。龙号飞船最多可以容纳7名宇航员，当然现在完全没有必要一次装载这么多人。在执行正常的向国际空间站输送宇航员的任务时，龙飞船上一般会搭载4名宇航员。龙飞船的载具是 SpaceX 公司自己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该火箭在一子级回收的前提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 16.8 吨，而神舟飞船使用的是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大约是8吨，但火箭使用的是有毒的4氧化二氮和 P2 甲肼作为推进剂，这对于载人火箭来说是一个另类。联盟火箭和猎鹰9号火箭都是以液氧和煤油作为推进剂的，这样呢就比较经济，也没有毒性。说起飞船的总体设计理念，龙飞船是非常现代的，它拥有4个大型的观察窗口，时髦的可动式座椅，用大型的触摸屏来替代按钮和仪表板，触摸屏还可以收起来，同时也配有应急操作的按钮。另外，龙飞船的内部布置有序，空间利用率高。飞船的顶部是对接接口，然后是座椅，最下面是货舱。这样不仅载货多，而且看上去感觉不到拥挤。特别是龙飞船把逃逸发动机和推进发动机整合在一起，把8台发动机分成4组，均匀地分布在飞船的侧面。这样飞船的底部就是完全开放的，非常便于宇航员或者是机械手来取出货物，操作非常方便。联盟号飞船最早是机械时代的产物，而且由于受到火箭整流罩直径的限制，所以联盟飞船的返回舱非常狭小，只有 2.2 米，因此不得不在返回舱的上面布置了一个球状的轨道舱，以此来增加增压舱室的总容积，为宇航员提供更大的居住空间，并装载货物。因此，虽然联盟飞船上总的加压舱的容积和龙飞船差不多，但整体感受上就要差得太多了。神舟飞船的体积虽然比联盟飞船有所放大，但基本布局是一样的，返回舱同样会让人感到拥挤。在飞船的控制界面上，和龙飞船的大型触摸屏相比，神舟号和联盟号飞船的控制系统感觉就像是个古董，想要操作距离远的按钮，还要用特制的小棍去摁。其实现在飞船的整个飞行过程和对接过程都是自动进行的，宇航员完全可以不用介入，只要看着就好。当然，使用触摸屏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不就是一个大型的显示屏吗？而且对专业宇航员来说，按钮也好，仪表盘也好，触摸屏也好，只要花时间训练都是能够适应的，只是训练时间长短的问题。但龙飞船作为商业载人飞行载具，其乘客不仅仅是专业的宇航员，还包括普通人。目前乘坐龙号飞船进入太空旅游的普通人至少就包括了 Inspiration4 的4名成员，北极星黎明的4名成员，以及刚刚完成的 Frame2 的4名成员。当然 Inspiration4 的4名成员中的加里德·伊萨克曼也参加了北极星黎明，因此目前进入太空的普通人至少就包括了这11名成员。另外，在载人航天发射之前，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宇航员手里都提着一个小盒子，并且小盒子上还有一根管子连到宇航服里。这个小盒子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其实
它是一个小型的空调。因为宇航服要保持宇航员能够在真空条件下存活，气密性是相当强的，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它的散热性就不是很好，所以就需要一个小空调来保持体感温度正常。而 SpaceX 的舱内宇航服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看上去就比其他的宇航服轻便很多，也就没有了那种旧式的小空调。至于它是怎么解决散热问题的，作为外人的我还不太清楚。一般来讲，载人飞船都安装有太阳能电池板来为其供电，像联盟飞船、神舟飞船的太阳能电池板都是展开式的，并且安装在服务舱上，而龙飞船则独具匠心的把太阳能板都贴在了下面的货舱表面，这样飞船的外表看起来就非常整洁，结构也更加简单。在确保宇航员安全方面，为了在发射出现故障时能够最大限度地挽救宇航员的生命，载人飞船都安装有逃逸系统。联盟飞船和阿波罗飞船是同一时代的产品，它们都采用了逃逸塔设计构型，也就是把飞船安装在整流罩里，再在整流罩的顶上装一根长长的杆子，这根杆子里就有很多小型的固体火箭发动机。我们知道，火箭在发射的时候，最危险的时间段就是火箭的助推器或一子级从点火到分离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如果火箭的助推器或者一子级出现异常或爆炸的时候，位于火箭顶部的逃逸塔就会紧急启动，带着飞船脱离火箭，然后逃逸塔会和飞船在空中分离，飞船再依靠降落伞降落。航天人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提高宇航员的飞行安全性的。神舟飞船是从联盟飞船那里发展过来的，所以也采用了相同的逃逸塔设计。而龙载人飞船和 Starliner 飞船则放弃了传统的逃逸塔设计思路，采用了返回舱自带逃逸发动机的设计思路，使火箭和飞船的外形简洁而平滑，没有特别的突出物，因而拥有更好的气动外形。而且这种设计也省去了部分整流罩，既减轻了自身的重量，增加了运载能力，又简化了火箭的发射流程，提高了可靠性，真可谓是一举多得。关于逃逸塔挽救宇航员的例子，我们可以看看联盟 T11号飞船发射的时候。1983年9月26号，前苏联发射联盟 T11飞船，火箭在点火后就发生了故障，不久火箭起火，此时逃逸塔立即启动，把飞船带离到1400米的高空。飞船逃逸后不久，火箭就发生了爆炸。在这次任务中，宇航员得以死里逃生，这是人类航天史上第一次让逃逸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龙载人飞船的逃逸系统虽然没有在实际的使用中发挥过作用，但也经历了多次地面实验。2020年1月19号 SpaceX 成功地进行了龙飞船逃逸系统的测试。火箭在发射升空1分30秒后，猎鹰9号火箭新一级发动机关闭，龙飞船上的8台超级天龙座发动机点火，使船舰分离。猎鹰9号火箭随即在空中爆炸解体，然后2个牵引伞和4个主降落伞相继成功打开，飞船最后着陆在太平洋的海面上。到这儿，我就把目前正在服役的几型载人飞船的大致情况向大家介绍完了。在开始下面的介绍之前，我要补充一点，得益于返回舱宽大的空间，在携带4名宇航员的时候，龙飞船的内部还能携带有太空马桶，这点应该能让那些只能穿着纸尿裤的其他飞船宇航员羡慕不已。接下来再让咱们来看看目前正在进行研制的几型载人飞船吧。先看美国这边，一个是波音公司的 Starliner 飞船，还有 NASA 的猎户座飞船，再有就是 SpaceX 的星舰。这3款飞船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飞船，而且一个比一个大，后面的2个还将参加 NASA 的重返月球计划。Starliner 飞船的总体布局和龙飞船是非常相似的，只不过显得更加扁平。它的直径是 4.56 米，
容积和龙飞船差不多，大约是11立方米，最多也可以搭载7名宇航员。2019年12月 Starliner 进行了它的首次无人试飞，但因为软件故障导致无法抵达国际空间站，从而提前返回地球。这次任务虽然没有能够实现 Starliner 飞船和国际空间站的对接，但飞船返回舱重返地球是成功的。2022年5月 Starliner 进行了它的第2次无人试飞，这次试飞 Starliner 顺利地完成了它的和国际空间站对接的任务。2024年6月5号 Starliner 进行了它的第1次载人试飞，但飞船在和火箭分离后不久就出现了氦气泄漏现象，导致多台自控发动机不能正常工作。后来飞船虽然实现了和国际空间站的对接，但飞船上的故障依然存在。 NASA 最后决定让 Starliner 飞船以无人状态返回地球，而飞船上的2名宇航员则滞留在国际空间站，直到2025年的3月，由执行库9任务的龙载人飞船才将他们俩接回了地球。由于 Starliner 飞船的首次载人任务失败，未来波音公司很可能不得不再进行1次无人试飞，然后才能继续进行飞船的载人飞行测试。和龙飞船 Starliner 飞船的设计初衷不同， NASA 的猎户座飞船是被设计用来执行地月甚至是地火之间旅行用的，可以搭载4名宇航员执行星际任务。它的直径是5米，重是21吨，内部空间有 19.5 立方米。2014年，猎户座进行了第1次无人试飞，但因为美国政府的态度反反复复，导致猎户座飞船的研制进度停滞不前。随着后来重返月球计划的复活，猎户座飞船作为地月间的载人运输工具又开始向前推进了。2019年，猎户座飞船成功地进行了空中逃逸实验。2022年年底，执行无人绕月的阿特米斯1任务的猎户座飞船发射升空，飞船进入了月球轨道，并成功地返回了地球。目前准备执行载人绕月的阿特米斯2任务的猎户座飞船的返回舱和服务舱已经完成了对接，海军也进行了多次猎户座飞船的海上打捞实验。2026年，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搭载着4名宇航员的猎户座飞船成功绕月并返回地球。猎户座飞船的运载工具是太空发射系统 SLS， 它已经在2022年随着阿特米斯1任务完成了它的首飞。目前准备执行阿特米斯2任务的 SLS 火箭正在堆叠，估计执行2026年4月份进行的阿特米斯2任务的问题不大。说到星舰，我的观众朋友肯定是非常熟悉了。目前星舰已经进行了8次试飞，并且成功地完成了3次超重的回收。从试飞的结果来看，星舰飞船在燃料供给、姿态控制、热防护等诸多项目上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至今没有能够达到货运的标准，距离载人发射就更加遥远了。按照我的估计，星舰最早的载人发射恐怕也是要到2027年以后了。不过前2天参加星舰起飞并被回收的 B14 超重刚刚成功地进行了回收后的首次静态点火实验，不知道这个 B14 是否会参加星舰的9飞。如果它真的参加了星舰9飞，并实现了成功发射和飞船的分离的话，那么这无疑将是人类航天事业上的又一次重大的进步。现在的中国已经早已不满足神舟飞船的性能了，他们已经开始了新一代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新一代载人飞船被命名为孟舟号，它部分参考了猎户座飞船和龙飞船的总体布局和设计思路，采用2舱式的布局，也像龙飞船那样不需要整流罩，但由于推进发动机依然安装在飞船的底部，因此火箭依然需要有逃逸塔。首艘孟舟飞船已经在2020年5月由长征5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成功返回。根据设计要求，它具备重复使用的能力。另外，孟舟飞船
也将是中国执行载人登月任务所使用的飞船。说到俄罗斯的新一代飞船，网上对它名称有2种说法，一种说它是叫联邦号，指代的是俄罗斯联邦，就像联盟号其实指代的是早已解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样。还有一种说法，俄罗斯的新一代飞船被命名为鹰号，下面为了叙述简便，我还是把它叫做鹰号飞船吧。2019年，俄罗斯宣布鹰号飞船预计在2023年实现无人首飞，并在2025年开始执行首次载人飞行任务。然而，直到目前为止，鹰号飞船依然没有看到有什么新的动静。我估计，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前，这玩意儿应该是没什么戏了。好，关于中美俄的载人飞船，今天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看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